你们好哈，这是今天的3张牌。如果你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留下你选的号码，产生一些很强烈的连结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慢慢靠近。原本我们的题目是设定在脱单的时间靠近了，但是后来3个牌组翻开之后，它里面的绵密讯息状态让我发现，它更多的是指向新恋人慢慢靠近的一些踪迹，还有他的心境的成长跟改变哈。所以我们就往这个题目里面往下深入的去探讨，去找到那一个趋势。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后，选好了就直接照你选到的号码，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后，那因为内容很多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靠近，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靠近的能量的结构。好，来，那我们从整个牌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的时候哈，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新恋人对方还没有来哈？但也许不是时间点的问题，而是节奏的问题哈。也许他早就开始往你这边靠近了哈，只是你还不知道。这一切呢，我们就从权杖6开始哈。这原本是一张跟胜利有关的牌，你可以想象一个人骑在马的上面，接受大家的喝彩。可是今天它出现在一个比较低、比较沉、比较深的角度哈，在我们的牌组里面，我常常把它形容成深渊或是一种深层的低语的位置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人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哈，他想被看见，也值得被看见，可是他还没有站上属于他的舞台。他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领域里面已经非常的努力拼命了，可是心里却有一种还不够的声音哦，或者说这一位新恋人他其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或是拥有一份爱情哦。其实他现在这个状态不是脆弱了，是一种还没有被肯定，然后也不想放弃的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可能现在也在登山然后站在半山腰，然后背上背着很多东西，但是还是坚定不移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2张牌权杖4这张牌其实它是一个很温暖，很像一个家、一个庭院、一种欢庆的场景。很多人会说这是一张提示婚姻的牌然后生活稳定的牌，也可以说是它代表2个人走进生活的一种融合啦。可是呢，现在它所在的牌阵，它不在结果这一个位置，而是在哪里？在远方。所以这张牌现在的位置代表了什么？代表着那一份稳定还没有发生，那一个代表家的感觉还在前方等着这一位新恋人，等着他慢慢的靠近所以呢，你要想象你跟他你们之间的连接就像2条河流，在很远的地方开始行走，开始蜿蜒，但是还没有交汇。可是呢，这2条河流的中间一直有一个磁场彼此吸引。这2条河也许是从同一座山脉上面融下的雪形成的水，成为的2条河流。好，所以你们2个之间一直有一种磁场彼此吸引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圣杯2你知道看到看到这张圣杯2的时候，其实我会心里会蛮开心的，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充满爱情的牌，充满爱的牌。虽然它不像恋人牌那样的激情，也不像圣杯10那样的圆满，但它代表的是一种刚刚好，刚刚好的理解对方，刚刚好的被理解。2个人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只需要用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心意。那这张牌现在出现的位置，不是在你们认识之后而是在你们认识之前。那一个空白之前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你和他其实已经有一种某种无形的共鸣回想一下我们刚前面讲的河流的状态你们之间已经有一种无形的共鸣，就像2个还没有见面的人，但是灵魂已经认出彼此了。想想也许你会在梦里梦到一个人，一个陌生的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也许他会莫名的听到你的名字，或是经过你常去的地方就是在那一种奇妙的物理的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很真实。而在这样的共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宝剑6的象征，宝剑6的象征它很像是一种
过渡期的象征哦。画面中，牌面上它本质上是一艘小船，正要离开一片混乱的土地，前往未知的彼岸哦。这是我们非常常讲的彼岸哈。在整个塔罗牌的牌组里面有非常应该不能说非常多，但是有几张特别的牌会提到彼岸哈，譬如说宝剑10，然后还有像这个宝剑6的位置哈。那这里在代表说，他或者是你，也许都还在这艘船上，往着同一个方向前去哦。可能刚结束一段比较不好的情况，或是正离开一个自己明白比较不适合的生活形态哈。当然，宝剑6所讲的离开的所在地，其实都不是灾难性的啦，而是一种温柔的抽离哈。那这张牌其实重点在于，你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他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哈。你跟他都只知道现在你们所踩的土壤可能不是你们要留下来的地方，这是你们两个的直觉上的共识哈。他不知道爱会在哪里开始，你不知道爱会在哪里开始，但也许你们都知道过去的那个状态不会再待下去了哈。所以在这一段漂流的后面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牌，就是世界牌。很多人会说这是一张完美的牌，代表很圆满啊、达成啊、结束啊，或是也在讲一种开始和新世界的踏入。但是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它是一种灵魂圆圈走完，绕了一圈、绕了2圈之后的一种深呼吸，有点像是你在学校的操场之后走了一圈，然后再大口呼吸，之后还要再走一圈，然后再大口呼吸。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哈。那这里也代表说，这一个新的恋人也许刚完成了某个长久的历程哈。可能是事业上的关卡啦，也可能是情感上的业力哈。不管是什么，现在的他终于说：“我结束了，我要从新的位置往前走哈。”但是这种结束不是因为一种失败，而是一种修炼啊、锻炼之后的一种收工。你可以想象哈，他站在一个内在的高点。手里拿着过去的碎片但是想要重新拼装出新的自己。然后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权杖皇后的出现权杖皇后在这里并不是只是一种普通的女性力量、阴性力量，它是一种主动的、光芒四射的、有方向性的一种魅力所以呢，这里在讲什么？讲这一个新恋人，他现在开始要逐渐的拥有自己的魅力了。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怀疑自己、把爱藏起来的自己而是那种走进房间就能让人感受到他有一种丰富的活力的存在。而这种活力不是一种控制欲，而是一种自然的、自信的、懂得爱人的能量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出来说，现在的他可能也开始准备学着打理自己，也开始学会回应别人的好感他不再逃避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也愿意展现自己真实的面貌那接下来我们再从这里往下看到权杖1的出现这是一个新的火苗的出现，是一种我想去爱的念头开始浮现在他的心底了。所以他可能还没遇见你，但他的身体啊、直觉啊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把它想象说，这是一个春天的到来虽然花还没有开，但是泥土啊已经开始发热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权杖5。这张牌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凌乱里面的人好像都在打架或什么的，这是他原本的牌里面的本意所以有人会觉得他是竞争，但我会说它其实是那一种内在的拉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反而会觉得这份拉扯是一种内在的整合中它正在整合。也许他的心现在还有点混乱，也许他才正想要开始一段关系，但是他又会问自己说：我准备好了吗？我真的准备好了吗？或者他身边有其他的选项，有些是过去的恋情给他带来的一些伤口的一种迟疑，可是他心里又有一种新的感觉正在发生所以这种矛盾，这种前后后的混乱，不代表他现在不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而是他现在正在一种蜕变跟进化的过程啦。他正在进行内在的排序，像是把旧的能量一一的清出来，为你腾出空间。听到了吗？其实到这里，整个重点就出来了。他需要经过一份整理之后，为你腾出那一个空间。虽然他的直觉上不知道是谁，也没有特定的目标，在这个雾里也没看到真正的你
或是你整个形象，可是他已经知道他要腾出一个空间迎接你的到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就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点哈，就是说在这里我们下面的两张有时间感的两张牌，它这里暗示了夏天的初期跟秋天的初期会有某种两段的交界哈。那这个两段的交界呢，它比较代表是一种心理的节奏哈。夏天的初期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开始想要爱的感觉，而秋天初期的时候可能是带来一种想要安定的感觉。这两种阶段呢，正在他内心交替。我要说的是，它不是一个时间点，并不是说他到了接下来的夏天初期，他才会开始有想爱的感觉，或是到了秋天的初期，他才会有想要安定的感觉，不是这个，而是说他可能意识到了夏天，他感受到了夏天所带给他的那种想爱的感觉，带来了他现在有想爱的感觉。所以在他有想爱的感觉之后，他知道后面迎接而来的是秋天，所以他知道说他想要的感觉后面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想要安定下来的感觉，所以他会有这个两个阶段的内心的交替。于是呢，这里开始了什么？开始了他的心开始想要从想要去冒险，进而变成想要定下来。所以也许啦，现在的他还在行动中去摸索，但已经开始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说，你想要找的不是一种刺激，而是一种契合，一种 match， 不是一种短暂的，而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共振。来，接下来我再看一下整个细节上说，还记得我们刚刚才说，他的心已经慢慢的从想冒险变成了想要安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夏初转到秋初的这一个东西，从热烈的阳光转为静静吹来的晚风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新恋人他内心的灵魂其实正在变化中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抽到的是宝剑一来定义现在这个状况。所以这张牌其实是一张非常非常干净的牌在整个理智的范围里，它是一张非常干净的牌。一把剑举起来，穿越了云层这是它本意然后它代表了一种想清楚了的概念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也有很多的拖延，也许也正在矛盾，但他现在脑子开始变得更加的清晰，逐渐的清晰，每一步都逐步的清楚了。他终于能够比较诚实的对自己说，或是对宇宙下了订单说，我想谈一场真正的恋爱这是这一个新恋人现在靠近的这个状态那这个真的想要谈一个恋爱的状况呢，不是想要填补孤单我想应该不是填补孤单，也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别人，而是真的想要找到那个能够有共鸣的人立刻赶快回想刚之前两条河的一种感觉然后他的心智呢，就像大雾，我们刚讲的那个雾逐渐的散去，然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有曙光的地平线，看到了初始晨曦清晨的那一个感觉可是呢，这里的牌还不够有能量清楚归清楚，想清楚归想清楚，行动可不一定会立刻发生因为我们接着我在整个翻牌的顺序里面，我们得到了那个恋人的逆位这张牌本来是一对男女之间的选择，是一种神圣的爱但现在逆位了，这表示他心中可能有一些旧伤还没有完全的疗愈但是我时常说，恋人牌它是一个急风的状态，快速的风的状态，虽然有这种没有疗愈的状况，可是它不会拘泥在这里，它有些思绪只是快速的闪过怎么样的思绪？就是想到自己曾经选错人，想到自己曾经被辜负所以这个瞬间的怀疑就在他内心潜在的瞬间的刷了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他那个步伐没有办法那么清脆走走停停，但是他还是在往前因为他内心有很多的小声音，譬如说，如果我再爱一次，会不会再搞砸了？或是如果对方很棒，但我不够好呢？会有这些自我怀疑。我觉得这都是很人性的部分没有关系。所以你看这一张牌所暗示里面的那个细语，你听出来了吗？其实他不是一个自大的人，而是一种怕再受伤的一个脆弱
但它在修复，它在更加的茁壮，我们要对它充满期待哈。于是呢，他其实正站在一个情感的十字路口了哈，非常明确的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脚步还不太敢踏出去，是还不太敢哦。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给他什么时间？所以这里在告诉什么？所以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哈。他不是不来，而是他想要让自己在走向你之前哈，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状态。而就在这一个脆弱还没有放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这边看到了月亮了这张牌哦。那这个牌面的顺序都是我在书说的顺序就是我那个抽牌的一个顺序哈，照这个顺序说下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月亮牌就出现了。月亮牌是一张很深的牌了哈。很多人会误解它是恐惧跟对未知的恐惧，然后让人迷惘。其实不是，画面中的各种元素后象征着很多潜意识的蠢蠢欲动。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动物啊，什么每个人的诠释不太一样哈，有塔有水啊这种哈都可以，任何诠释都可以。但是你要意识到的是，这张牌里面有很多的蠢蠢欲动、未知的蠢蠢欲动，还有即将启动的动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他现在的状况里，他最近的梦应该特别多，好，或是开始怀疑自己的一些习惯啊、选择。好，他开始会想，为什么我总在某些情况下会逃避？为什么现在的我不太敢把真心交出去？但这些迷惘哈，其实是好事，因为月亮牌总是会引出那些平常看不见的什么阴影。好，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些影子摊在月光下，我们才能够整合它嘛。所以月亮牌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开心的知道说，这些阴影终于被我们看清晰，而且是在极静的夜晚里，我们可以把它整合出来。所以从这里看到什么？他的心正在整理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状态，所以他内心的阴影的部分、黑暗面的部分，他会在遇见你之前。应该就整理的非常好了哈，他不会把旧的伤口或是那些恐惧啊、害怕带到你们见面的那一个时刻哈。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我非常喜欢的牌哈，宝剑皇后。来，等一下哈。这位皇后哈，在宝剑皇后上面，她其实不是一个温柔啊、体贴型的那一种啦哈，她是一种冷静、清醒，甚至有一点点锐利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哈，她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她有水能量在里面的漂浮嘛哈，水风能量的漂浮，她知道哈，爱不是迷糊的，不是会让人昏头转向的，好，也不单单只是感动当下的浪漫，而是你有能力保护你我之间的界限，也有能力保护你我之间的诚实。这里代表什么？这张牌出来代表什么？代表他正在变成这样的人。什么样子的人？我再重复一次，那个能力就是有能力保护你们之间的界限，也就表示他知道他要如何一步一步的跟你变得更好，一步一步的保持你们的距离，健康的成长，还有保护你们的诚实。至少他知道自己对你的感受各方面是坦诚的。他现在正在逐步的变成这个样子。回到前面我们说的，他逐步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但是在这里呢，我要说的是，他不是要变成一个严肃的人，而是他变成一个更有成熟判断力的人。他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假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什么是值得投入的。所以他会更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再跟随那些会让我迷失的关系了，会让我迷失的恋情了。其实啊，这样的他已经跟过去的那个容易受伤的自己越来越不一样了啦。其实这个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抽出了权杖骑士这个位置。基本上权杖骑士它是一个火能量的一种动能它会冲，它会动，它会一直不断的出发，不停止。所以这张牌在这一个之后，在宝剑皇后，在月亮牌之后，它代表的是一种它内在启动的能量被我们发现了。它不再只是内心在那边盘旋，在那边思考，在那边自我原地打转而是开始对新的世界产生了行动力。可能是他主动
想要去往前，或是有可能他突然有一些新的计划哦。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最近应该会有很多的新的挑战了。譬如说，他可能不想去旅行的地方，他会去报名没去过的，去报旅行团或什么，或是有一些什么运动的比赛，他本来就不擅长，可是他为了那些比赛，他去报名，所以他去做锻炼哈。这些看起来很像是偶然的决定，其实啊，这一些行动力都把他带入了往你身边走去的轨道上，知道吗？其实这个动能，基本上在我这边看来，在整个牌面上看来，就是已经开始跟你的道路对齐了哈。因为这就是权杖骑士的特性啊哈。它不是经过它并该怎么说？因为前面有宝剑皇后，可是它跟现在权杖骑士原本的特性有一点冲突哈，所以我们要先把宝剑皇后的宝剑能量先拿掉，我们先单看权杖骑士的特性哈。权杖骑士的特性是它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启动的，它只是一个非常 pure 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想动了，我现在想动了。好，所以你会在未来的某个瞬间感觉到说，这个人怎么突然出现了？但其实他的出现不是突然的，而是在他内心的那些沉淀、拉扯啊、迷雾啊，还有一些觉醒，全部都在为见到你的这一刻铺路啦。所以从这里，我就会看到权杖骑士，就会发现说，他有可能就突然就蹦出到你的生活里面，会有这个状态哈。从整个牌面上有一些小细节的状态是啊，其实我有发现整个牌组没有特别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人把他介绍到你面前，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跳跃式的就出现在你面前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数字哈，数字所带来的两个能量哈，它其中一个能量代表着你们的能量的高度结合了。它这个高度结合更像是说，你们终于会走到了可以认出对方的距离，你们即将要走到可以认出对方的距离。这是什么感觉？这就是你看着他，你心里会有某一种声音说是他是这个人，然后他看着你，他心里会有某一种震动说这人我好像等了很久。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是他的感觉；他看着你的时候，他心里是这个人好像是我等了很久的那一个人哦。这个是数字里面的其中一个讯息，而另外一个数字所带来的是说，你们两个都进入了某种旧的周期的结束。好，它可能代表了过去的某种未完成的业力，某个卡住的能量，现在正被解放中，你们正在脱离中。你或他其中一个人或是两个人都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不约而同的结束了前一个阶段，无论是工作啊，或者住所啊，或者学校，不知道哈，反正就会结束了一个东西，然后成为一种切断哈，或是某一种你们自我的定义的提升，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之前的已经不一样，会一个很明确的切断哦。那这个讯息带来的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你们两个对于不想被过往的一些东西所造成的负担做的一种清空的动作。因此，接下来这两个数字所带来的东西叫做什么？一种全新的局面，一种空白的纸。好，那在这两个数字结合底下呢，除了带来一种空白的局面之外呢，其实其中还有影射出皇帝这张牌。好，皇帝这张牌。那我们专注解释皇帝这张牌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它带来是一种非常稳重的。好，他在暗示说这个人准备好了。可是他没有特别讲说是他准备好还是你准备好，他只是在说在这里有一个数字所带来的一个讯号是这个人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姑且先觉得是新恋人哈，他讲的是说他知道什么是责任，他知道什么是承诺，他不是那一种甜言蜜语的恋情的恋人，他会记得你喜欢什么样子类型的食物，咖啡要不要加糖，要不要加奶精哈，会在你冷的时候知道。你现在冷，他已经会在你说出口的时候带来一个外套，给你一件外套就是他可能比较务实，不会那么浪漫，但是他会让你感觉到很可靠，好，有依靠，很温暖，好，所以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前面看了一整段下来，他在告诉你什么事。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不是突然变成这样子的，他是走了好久，花了很长的时间，修正了自己，疗愈了自己，建立了某种自己的规律，终于可以成为撑起一段关系的那一个人了。
好，来，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到圣杯九哦。这圣杯九应该算是我在这组牌里面翻到最后一张比较重要的牌了哈。那这张牌其实有一个很棒的特点了哈，它是一种愿望即将实现的一个很接近的这个概念的一张牌了哦。其实它的重点不是满足别人，而是满足自己。所以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代表他内心其实一直有留下某一个愿望哈，他想找到一个能跟他真正分享人生的人，而这份愿望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他在这整个旅程中对自己的修正、提升、锻炼的时候，默默的许下的哈。他不会很急啦，但是他很诚实，他很诚实的对着宇宙中说我准备好了。好，如果你也准备好的话，让我遇见你吧。好，这是他内心的一种准备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到了这里后，整个牌组里面很多细节我没有特别点出那个塔罗牌每一张哈，但是我把它整合出来，每一个线索分支出来的讯息，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它的一个结论哈。其实这整组牌在告诉你，跟他讲说，爱情哈不是一种预测，在塔罗牌虽然我们在推论某种趋势，可是它不是一种预测。那这种等待也不是一种。某种你对于一种未知、空泛，然后虚无的空间、宇宙里面的一种念想，其实爱情这感觉它其实会有一种，在今天这组牌来说，它其实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它会让你在心里浮现什么？它会是一种平静、安静的感觉，像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等。这组牌就在传达这一个讯息。那我们用了这组牌，看似走到了从比较深渊的位置、比较过渡的位置、比较蜕变的位置到相遇的旅程。这一段有讲到这里，但你会发现，他最终讲的都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其实我们看完这组牌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愿意等？因为你知道那不是在浪费时间，那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愿意相信，是一种。相信自己终究会遇见那一个人，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你够真诚，然后爱会回应这种诚恳的灵魂。所以你们之间的相遇呢，并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先到谁晚到，而你也不是被挑选，他也不是被认可，不是被证明。你们之间的爱并不需要去证明谁配得上谁，你就是你，他就是他，而那个人。在这种 pure 的灵魂的相遇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就是那一个会懂你的人，所以你知道那个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那个美是什么，所以你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等。不是你们终于相遇，而是你在还没遇见他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怎样爱自己。这样的你真的蛮好的，这样的你也会吸引那个刚刚好的人慢慢的走来。所以呢，我们虽然是看塔罗牌。想知道什么时候，然后，但是看完之后，你会知道，爱情跟这个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预测，爱情它是一个感应，它是一种灵魂的回应，灵魂的什么回声，像是回音回声，有时候在录音的角度上，我会说这是一种残响。你对宇宙喊出了什么话，它会给你某种残响。其实你听到的不是他那边传来的声音，而是你听到的自己的声音。而他会在这份回音里面，也回应了这份回应的时候，两个就成为某种能量的连接，跟我们所谓的对齐。所以在这一份你愿意等待的路径上，其实你耳边会出现一种声音，就是我正在来的路上，你等等我。会有，但是你听得不清楚。这个就是你愿意等下去，你相信的这句话。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这组牌，我觉得这组牌有一直不断的在循环这个核心。所以我们就一起乐观期待吧。那很长，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那现在这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哈。好，内容很多哈，我们直接开始哈。我们来去分析一下新恋人现在靠近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组牌呢，描绘的是一个慢慢靠近你的人，然后所以从这几张牌里面的牌来说，大概可以先看出来他现在正经历了某一个重要的心理阶段哈。其实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展现在你面前哈。你们也许这边看起来牌面上看起来是已经认识了，我说的他的还没有展现在你面前，是他可能还没有要完全展现出他对于你的一些示好跟表白里面哈。但这不代表他内心的这个感觉不存在哈，只是他现在感觉他的心离你还很远，他还没有准备好。那他有在准备那个要靠近的状态，然后他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了。好，所以呢，我们从一个比较有阻碍力量的位置来看力量牌这张牌哈，来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哈，力量牌现在对他来讲是一种内在的修炼，然后他也许以前是一个情绪反应比较快的人，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啊，用沉默或拒绝，或是用过度的理智哈来掩饰自己的不安。但现在的他已经努力的学会新的方式，他正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心里真正的情绪了。好，要学习怎么样不再压抑，怎么样不再逃走，而是坐下来好好看着那些怕被爱、怕失去、怕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了。所以这个阶段呢，的他会比较安静，也比较孤独一点。但这样子的孤独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感觉，我觉得算是还是有目标的，因为他正在反省，所以他有一个未来的目标在往前。所以他现在的他知道先和自己相处的比较好哈，然后未来在进入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才不会变成一种互相伤害的循环啦。也因为这样子的他在这段时间哈，他还没有准备还要进入你的生命里，不是因为他不想爱人，或是他恐惧或什么的，而是他不想再用以前的方式再爱一次。好，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准备期，然后一个准备的状态，所以你需要再有耐心的再等他一下哈。他跟你的关系应该还蛮，从这组牌其实在结论上面，其实他跟你是认识的，他跟你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的，只是对于要表达对于你的喜欢的这一个点，还需要有一些等待哈，因为他心里想要成为一个能够稳定、温柔、不逃避的一个伴侣啦。那这个就是这一张力量牌里面的一种内在修炼的一个状态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会直接就看到了它的这个力量牌之外的一个分支的牌，我们会看到一个金币国王的逆位啦。那这张牌说明的是说，他现在对于自己的价值感其实还不太稳，他可能现在正经历某种不确定例如事业的方向不明啊，收入不稳定这个状况，然后或是他正在从一个身份的转换中走出来，像是结束了之前一个长期的关系啊，或是才刚离开家了一阵子，自己在外面独立工作啊，所以他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比较耗尽他自己能力的一个状态里。所以表面上他看起来还不错这些讯息你都要先注意因为他就是你身边的人所以他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内心深处他其实非常怀疑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他会怀疑说在爱情这个状态，他会觉得说我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还值得去爱人吗？我还能给予什么他现在的自信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处在一种努力调整中啦，他可能正在努力学着说，不再用一些工作上的成就啊，或是存多少钱啊、金钱的数字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就算我只是我自己也很值得被爱。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有些时间，他现在需要一些很多的关卡来去做一个自我的认定，才会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说的，他会觉得自己才能够付出爱。他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你会感觉到他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讯息，或是这个新恋人还没有出现在你面前。其实他是处在一个隐藏的状态啦，不是他不来，而是他现在就像是整理完自己的房间之后，他才要出门。他希望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干净的、诚实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再看他旁边有一张牌，就是审判牌的逆位，然后这个分支牌审判牌的逆位，这张牌代表他心里确实有一些没放下的过去或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做出那个我要走出来的那一个选择，他还没找到那个我要走出来的那个方法。应该是他之前的一些东西让他留下了蛮深的痕迹，他现在还处在某种介意里面啦。所以这个介意里面还带着某种对未来的一些疑问，他必须要在这个疑问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答，他才这样往下走。所以在这一个关头里从这一个逆位的审判牌里面，他可能在害怕着某种认真的关系的将要出现，
所以，但是那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还没有完全从旧的故事里面、以前的故事里面完全醒来。那审判牌的逆位呢，比较像是一种门已经关了，但他还站在门口没有跨出来，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近期，他常常在心里问的是说，如果我再一次选择去相信呢，我会不会又失望了？他现在是这个状态，所以你现在跟他的关系不是他没有感受，而是他的那个动静，他还没有跨出那一个脚的那个动力。只是这张牌有一个很模糊的状况，看起来现在在停滞，可是其实他正在一个快要转动的临界点，快要启动的临界点。因为他已经知道说自己不能永远站在原地，他知道他准备好了，他就会向你这边走来。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分支牌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牌，就是星星牌的正位。那这张牌很温柔，我们非常需要值得留意，因为它在这整个牌组里面像是一个非常亮的牌，可能是这整个牌组里面力量最强的牌了，对我来说。那因为它象征某种希望跟灵性的迁移，还有一种深深的吸引，所以对他来说，即使他现在还没有遇到真正的你，或是我就不是还没有遇到真正的你，而是他还没有搞清楚，或是想清楚，或是还没有完全确认。你能够遇到真正的他，而他遇到了真正的你，他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状况起舞。就是说，现在你们两个人的视野看起来好像对彼此都还是模糊的啦。可是呢，星星牌所带来的一个重点是，他的内心深处已经逐渐的感觉到你了。这种感觉不一定会非常具体，它是一种非常强力的灵感直觉，是一种说不太出来的吸引力。所以让他在心里对于你所散发出来的某个方向、某个方针、某个讯息有特别的共鸣。所以因为这个共鸣的反弹，才会让他有前面的我们这些审判牌的逆位，还有正义牌的一种他自己思索自己的可能性，在这段关系展现自己的可能性，还有值不值得啦。其实是这一张牌去照亮了这些东西。因为星星牌常常代表的是一种远处的一道光那一道光不一定很强烈，但它会清楚的提醒你说，有人在等你，也有是你可以靠近的对象，一直在这，他的心里一直在萌芽。可是他在最靠近你的时候，他却发现这个讯息跟这个光是从你这边散发出来的。他能够感觉到是你，就是未来他想要在一起，或是感受到可能在一起，或是有强烈感受到的。感受到可以在一起的你，这样，只是在他现阶段，他还处在一种还不知道你是谁，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还不太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我们是谁的这个状况，他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两个人要交集、要交错的那一条路，那个时间点在哪里。但是他现在唯一知道的是什么？因为这颗星星牌的出现，让他知道什么？让他知道，他至少知道他不能一直停在原地，他至少要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慢慢的往你这张走来。所以呢，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几张牌里面，我们会知道说，你们这两个人现在最大的一个关键字可能就是距离，但这个距离并不是绝望的，并不是断裂的它是一个有方向性的等待。其实在这边在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它其实已经慢慢从你这边走来，然后也在暗示说，你们两个之间呢，能量上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只是在不同的起跑点上进行了各自的整理、各自的疗愈跟各自的转化了。这边其实有看到说，你在你自己的这边已经稳稳的站好自己的状态，等待着什么东西过来。但是在他那边呢，他其实正在处理、努力整理情绪跟建立自信，还有整理过去的一些包裹啊、心理这方面这样子哈。但是在你们中间，星星牌已经照亮了那些比较隐晦的黑暗的路径了。他其实已经悄悄的、慢慢的这样子走来。其实你慢慢的在牌面上所给的暗示里，你就会慢慢发现他的靠近啦。基于前面的一些整理然后我们来对照一下后面还有剩下的一些牌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看到的是宝剑骑士这张牌。宝剑骑士这张牌在他的心理状态里面，其实定下来一个方针跟一个动力，就是他不能再停下来了。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可是宝剑骑士有加强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后面又出现宝剑骑士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情在心里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力量他已经有一种强而有力的动能要往你这边前进了。所以他的状态呢，是从
它现在是静止的，然后变成了准备行动哈，可能不会立刻的往你这边冲来了，但也不是会突然表白了，就还在这个中间，所以他开始有想要突破自己长期以来的一种犹豫的感觉了哈。因为像宝剑骑士象征的某种快速啊、果断啊、有方向性的行动。在你们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距离之中哦，这张牌比较像是他的内心出现了一句话，就是说，该怎么形容这个？就有点像是说，他有觉得说，我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我可能就要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了哈。所以呢，其实他有一直不断的在观察你哈，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互动啊，朋友之间的讯息啊，还有生活里面的巧遇啊，或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巧遇，他其实很想靠近你，然后他也觉得自己不能够莽撞。或是突然，因为他其实非常在乎你怎么看他，所以这种靠近哈，在内心里变成很急迫的一个状态，但外在的表现却是一种很小心翼翼的状态了。我觉得在这里，你可能有感觉到他蛮频繁出现在你附近的，或是他有一些拉里拉在一些垃圾话传讯息给你啊，好笑的东西，其实有，这些都是代表什么？如果你有察觉到这代表他在跟你缩短这份关系的距离。他在让彼此的陌生感跟熟悉感做一个交换，做一个交换，这个你可以注意一下哦。毕竟权杖骑士出来了，他这个讯息就是很稳固的在这边，然后呢，再来我们又看到这里有一个权杖2的讯息，表示说，他有在着重你们两个人在未来的一种平衡感基于前面的宝剑骑士，我们再搭配这个的话，我们这边应该是说，他虽然有一些行动要做，可是这个行动里面带来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思维啦。权杖2，因为毕竟权杖2是关于一种选择与规划的牌啦，所以他可能会问自己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像说，我如果靠近他，我能给他什么？或是他会问到说，我们在平常生活里真的有合得来吗？或是他也会在想说，像我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你正在等待的那一种人呢？其实这些讯息都代表他在心里已经非常肯定你、非常欣赏你、非常想靠近你了。但是基于要确定关系，或是再更靠近，让你明白、让你感受到他喜欢你，他觉得他还需要再多观察跟多确定。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靠近，又有点远，所以他就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会让你不太猜得到。所以如果选择2号牌的朋友啊，这个人的讯息，如果你也敏感到的话，你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了哈。那他这个前后的感觉不是欲擒故纵那一种，不是玩弄感情那一种，而是他还没有找到你们这份关系的节奏啦。他其实还没找到你们这份关系的节奏，这也是你们这个情感关系上的距离所在。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核心观念就在这个距离嘛。他在外在上其实已经动起来了，可是内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前面刚刚已经有确定，有在肯定一下这个分析过这个内在了。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该说是小小的过渡期嘛，可是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要先让给他哈，因为他要做出比较明确的选择。所以后来我们又再看到了圣杯10的出现哈。尽管我们前面有发现他有非常多的衡量跟评估啦，但是在圣杯10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对这段关系的期待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哈。因为圣杯10是一种灵魂层次上的满足，是他理想中的爱情模样。他希望的不只是浪漫，其实也代表了很多的应该说不只是浪漫，或者不只是陪伴，有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心灵上的融合啦。那一种融合是可以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不是他只是有兴趣的人，或是他只是寂寞时想要找来的一种陪伴的记录，不是这些，而是他想要把你放在一种未来蓝图的那一种人哈。但这也让他变得更谨慎，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蓝图过得很大、很谨慎哈，很确定，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在靠近。因此，你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的人，你不是一个可以。用轻易的靠近就好的人，或是轻易的离开的存在，他这种慎重的心情呢，也会让你们的靠近变得怎样更慢，但是呢，也更实在了。所以你会觉得，如果你猜想到是谁，或是你真的感觉不到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距离确实是他已经维持这个距离维持得非常明确了。但其实你细心的感受其实他已经有那一种很强的意愿，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只是那个步伐非常非常非常的慢。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感受到啦，但是从今天已经破题的方式来说的话，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女祭司牌的出现嘛，这张牌很明确的就是代表内心世界有一个很深很难被读懂的东西，这张牌就确定。所以
他可能目前只对你展现出一部分的他的自己，但还没有完全的摊开他还藏着一些自己还没有确定好的事情，可能是过去的创伤啊，可能是现在自我的怀疑，也可能是对爱情的某种害怕啦。他不是现阶段不告诉你是一种他想欺骗，而是他现在还不太确定要怎么让你看到他心里的那一块所以在这张牌女祭司牌的能量里面我觉得你会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你会觉得他有点靠近，然后靠近有点让人摸不透，然后有一种距离感。我不太确定现在这一个程度，你能不能选择2号牌，能不能感觉到是他啦？因为你们中间有一种情绪距离，记得这个是一个情绪的距离，它是一种处在一种好像有默契又没有非常有默契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也在维持这个距离，让你们好像产生一种他自制的人工的一个迷雾。好，那女祭司牌在这边给你一个解答，他这边说他其实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啦，他其实在等待一个够安全的时机才会告诉你所以其实女祭司牌其实在讲一个调控的状态。其实你有能力去调整你们两个的距离的节奏，要更靠近还是更远，其实是有方法有能力的。可是因为我觉得选2号牌的朋友，大部分人不太确定是谁了，所以这个调控能力就会失去了所以我这边只能从女祭司牌这边从这个角度再帮你确定一下，就是现在这份距离的模糊感其实是他创造的啦。其实那个是一个安全区所以是一个安全的时间范围里所以不要埋怨他，因为他现在正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他这一份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了确定未来你们关系上的那个稳定的基础了那在这里说，我们又看到了倒吊人牌。那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这张牌在这里出现的，它其实是代表说，看待事情的角度和方式其实彻底改变了那倒吊人牌在这边有一个盲点，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放弃、不想前进、停止脚步的一个思考，其实不是它其实在这边比较多的讯号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急，要使用更有爱、更温和的方式再往前啦。所以在这边倒吊人牌也象征了一个说他愿意为你跟为未来的关系去放下一些自己以前惯用的自我保护模式，所以他现在也在处在一种调整状态，所以倒吊人牌他就会处在一种飘摇的状态了。可他其实在一直认真的从观察你去调整自己，所以这份距离也会因为他的心态的某种调整在逐步的缩短中这份缩短并不是因为他跨越了什么，他心理成长了什么，而是他慢慢的在自己内心转变成可以比较靠近你的那一个模式。你懂我意思吗？我再形容一次现在这一个时间跟这份距离，其实是他在慢慢转变成可以比较靠近你的模式，懂吗？其实是这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宝剑6其实宝剑6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前进的方向的能量出现了。因为宝剑6里面，它本质上是一艘船，然后慢慢的穿越不稳定的水域，然后进入了一个更平静的方向宝剑6我们通常都会认为是一个事情两个端点的一个过渡牌，但它也代表了你们的关系其实正在逐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前面有说，他已经不再停留在观望的边界了，他是真的开始有行动了只是这段旅程还不会那么快，所以你会发现，慢慢会发现，慢慢的知道是谁你知道是谁之后或什么不知道，反正他现在就是他慢慢的会趋于稳定，然后对你说话也变得比较诚恳然后在你们的对话里面，这是一个线索，在你们对话里面，他会慢慢的去询问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对你的了解，分享他自己生活的细节，来去摸索一下你们两个的亲近的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的对话其实会变多那出现宝剑6的时候，其实在这整个关系里面，我们看了这么多，其实有一个核心重点，就表示说你们的距离真的开始缩短。其实在宝剑6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说你们的关系有在缩短的讯息嘛。可是宝剑6出现之后，是一个明确的讯号，表示真的在缩短。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在宝剑6所定义的叫做已经进入了两个人试着靠近彼此的时期了。当然你这边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已经进入了这一个时期所以他会有非常多的动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宝剑骑士的动作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阶段并不是一个热烈的冲刺，而是一个慢慢的，就像船靠岸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缓慢的停滞的状态就是这样。好，那从这么多的牌面有些小细节
我不会点出来说啦哈，因为它只是因为其他的讯息综合起来的一个总和哈。那我先做一个小结论哈，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状况不是一个唯一的距离，或是一个完全停滞的距离哈，也不是说你现在就只是等待而已，没办法做什么。其实它是一个有前进、往前、慢慢缓缓的往你这边靠近的一个动能、一个形态。它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机场的那一个自动，像手扶梯的把它这样子往前运输带，然后把它慢慢往前这样。其实你们还是有在往前然后只是说这一个距离、这一个进程、这个路程是一个很真实的转变的路线了。对他来说，他这些转换是很细腻的，他不会跳过任何一个他情绪转换跟他自己自我的调整的一个转弯处，他会用自己的一个步伐，从怀疑，然后走向一种信任感，然后从观望这个关系会逐步并进入到一种尝试，他会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况慢慢的靠近你，成为那个愿意被你看见的那个人，懂吗？现在是这一个状况，所以你们的距离在现在从数字的角度，从上面数字的角度，其实不会只停在一个空白的状况，而是逐步的前进有变化，然后这个前进有变化会更靠近某种很真诚的表达，很温和的表达，然后你们的相处各方面会变得比较有方向性。我觉得他会慢慢的曝光。你会发现这一个人用一种很真诚的方式跟你对谈，用一种很真诚的方式跟你聊天，然后会很温柔、很温和的想要理解你，而且是非常有方向感的。你会感受到那一种未来性，你会发现他的讨论根本好像在讨论着你们两个人的未来。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在等待，其实不是，他已经慢慢的在你附近产生出来了。其实这整组牌有在说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因为左下角那几张比较难读的那几张牌在做一个提示他在告诉你说，如果你已经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话，其实你要记得你是他愿意调整自己的理由，懂吗？这件事情，所以你在某个方面来说，你是他的贵人他慢慢靠近你，是因为他观察你之后对自己的某种改变。他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变高了，虽然动作很慢，但是每一步他都有很认真的看待在某方面来说，我觉得这整个阶段你是一个他很重要的贵人，即便这个关系最后进入恋人还是做好朋友，之前有各方面，其实你都已经很高度的、很高质量的改变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放在一种非常感恩的心，因为你不经意的就做上了这件事情好。那我仔细再看了这整张牌，重复再看这整张牌，我发现，在我定义完了前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后面有几个东西要对你们补充做一个小提示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你们或许在表面上还没有进入到情侣，或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所以他这里还谈不上什么的暧昧的关系，或是一种模糊的关系因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现在还在慢慢的要让你发现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在你们能量的角度你们之间已经存在一个默默的流动的连接感，这是灵魂上面的从最右边的那3张炼金牌的那3张牌，已经有在讲这一个连结从整张牌里面的风水火土的能量来说，它有排斥掉可能是在工作上的关系，它其实是你私底下的朋友关系。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很直接的说出来，但是我去认真的把整个能量的分布的比例看下来的话，因为土能量偏少啦然后有一种流动的能量比较多，所以某种牵引的能量比较强所以它有代表说你们私底下可能有一点点熟，会聊聊彼此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公开的场合或什么时候就没有那么亲近，可是就是一种偶尔会传讯息什么的，一种很淡的感觉，可是好像又有聊到什么样子的关系是一种私底下朋友的关系。所以这边在做的提醒是，你只要稍微留一点神回话比较敏感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偷偷的对你蛮细心的然后这一切呢，在这几张牌的提示是说，其实它一定是不明朗的。可是当你有感觉到、直觉到说，不要觉得自己想太多，因为它一直在逐步的把这个关系的距离慢慢的拉近。因为它还是有一些连接。然后这边有一个牌面上看得到他那边的有一些心里的话要说的心里的话，大概牌面上的诠释应该是说，他心里想的应该是说，
我们现在这样子，感觉上很平稳、很平衡、很自然。如果他说出来对你的喜欢，会不会破坏了这一切？然后还有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说，如果我表明了某些好感的意图，会不会让你觉得他表达的太突然，或是打扰你？然后在更细的角度之后，他有在怀疑自己会不会有点多想了你们两个人的连结，是不是他想太多了这样？那这些基础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来自于他的思维不成熟，而是来自他的过度谨慎啦。因为他非常珍惜你们现在这段距离，以至于他现在有一种也连带着一种害怕失去这份关系，不敢贸然前进的感觉，在同步的进行所以我们要把它看作是这一种慈爱、友爱各种爱的表现的综合体只是他把它表现的比较克制一点。好，所以这些大致上都已经讲完了哈，所以在这边还是有出现一些，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能量上的波动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能量的交错了哈。那这个不确定的能量交错就是你们两个的能量其实还没达到一个完全的对齐，或是能量的完整都还不够，所以当你们能量比较接近交错谈的时候，会有一种排斥感，跟会对他带来某种焦虑感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既期待又害怕的前进后退的退缩啦。所以他其实现在在着重的焦点是他在慢慢的靠近你也在一步一步的想说要不要表达对你的喜欢。可是他的核心重点是他不希望让你感觉到有压力，而且他希望这份关系是非常有品质的，非常有品质的，所以节奏非常慢所以我们就要慢慢的等他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最后的提醒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他真的靠近了，记得不要急着把他问出来，或是立刻要他给你一个答案你可以慢慢的给他一些温柔温暖的回应，就是如果你大概已经确定是谁了建立起你们彼此的信赖，然后给彼此留一些很舒服的空间让这段关系慢慢的往前进行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并不是一个会不会成为恋人的关键期，而是这个时间比较接近在我们能不能成为更好版本的彼此的一个开端啦。这份关系要成为一个新的更好的彼此的一个开端的一个开始所以会慢慢的接近，你会感受到好，我觉得今天这组牌大部分的讯息就这样希望你能够体会然后感受一下这其中的某些一些爱的美好的真谛没关系，我们一起耐心的然后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你们好我们现在来看第3号牌的朋友的内容那牌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往里面讲因为我会每一张大概啦，尽可能每一张都仔细的说首先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第3组牌的它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实它这里在整个牌面上在讲说，这是一段还没有萌芽的关系这是萌芽之前的一段寂寞的旅程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探讨它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一些短暂的或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心路历程首先呢，我们先直接看到的是逆位的权杖3权杖3号牌那它的旁边分支的牌有我们看到了战车和金币7和圣杯8，所以这里代表说他曾经以为爱情就是要努力出发要规划，要掌控，要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完全准备好的人。但是这张牌的逆位呢，揭露了他内在的一些矛盾，所以他现在脚步是停下来的，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再往前走，而是他有一点点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走逆向的权杖3是一种计划没有启动的状态，所以他想要靠近，也曾经设想很多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在心里排练过他该怎么对你说出第一句话，但每一次他准备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不安后就会悄悄的浮现出来了。然后在他内心的那种自我问答的句子，可能就像说如果我走过去的话，你会怎么看他那他现在的样子足够好了吗其实这组牌跟2号牌差不多，其实如果你好奇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2号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诠释的是说，他这种拖延不是一种冷淡而是一种非常在意、极度在意的表现。他对你其实内心是充满敬意的，敬意、尊敬的敬，甚至有一点敬畏他在这个中间摆荡了，所以他会有点过分小心、过度小心，成为他现在比较难以靠近你的一个
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它这个起点已经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等到它一下。来，再来我们解释一下分支牌里面的战车哦，战车牌这边。是在说他的灵魂想要出发，可是他还在控制自己，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呢，那一个战车牌的出发的感觉已经正在等待他往前了。他其实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动能，想要走向你，只是这份动能在他内在，就像我们刚之前讲的，被某种怀疑压制着了。那战车本身代表了意志力啊，掌控未来性的目标啊，达到目标的那个方法，可是他本质上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乱来的人。如果他还没有准备的非常完善的话，他宁愿什么都不要做哈。所以他希望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坚定、非常完整，而且完全不犹豫的人。其实他自己也蛮怕自己很冲动的，然后怕打扰到你、伤害到你之类的，或是在这个冲动的过程里面，他连自己都丢掉了。他有这种一些疑惑，所以他现在先不动哈，不是因为他对你没有感觉，反而是因为他真的是太在乎了。所以这份战车的动能只是。会在他真的准备好、真的相信他能够靠近你，还有他感受到你愿意接近他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做出一些明确的行动，然后这个动能才会发动了。那在我们看到金币7的时候，哈，他其实在这个阶段，他正在衡量自己的价值是否足以靠近你。这是金币7是一个在努力思考投资回报的牌后，通常他很多表面上都是处在一种虚空的状态了，所以他在这一个思考中，所以他在很多的观察里，在生活里观察你呀，还有跟别人对话什么的，其实他算很靠近你。从这边可以听到，其实他算蛮靠近你的人哈。他有发现你不是一个轻易会把自己的心交出去的人，所以他时常问自己说：我现在的状态。对他来说是有价值吗？就对你来说哦，然后他有时候会在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再多准备一点，然后再靠近呢？所以这个金币7的一个审慎的评估也在潜在的拖延。他不是害怕一个感情的出现，也不是害怕说感情的不对等，他担心的是自己给予你的会不够，他担心的是他给予你的有。让你觉得是一个值得完整被对待的一个状况嘛？这也是你们之间现在最明显的什么距离？其实他想靠近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我够好了，我够好了的那一个时刻啦。那接下来圣杯8的时候，我们要再往深的一个位置看到，就是他现在的他其实明白。他需要放下一些事情才能够往前走，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可能性，只是，圣杯8其实本质上是在讲一个主动离开的情感啦。可是他这里讲的是他主动离开了一些过去的情感，所以这边在代表他之前也曾经努力的投入过，也在这些投入失败之后，曾经怀疑过爱是否还值得他拥有，或是。值不值得这个价值观？然后他有时候在思考这些，所以他可能之前曾经走过了一个不对等的感情，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心理的一些痕迹，他正在疗伤或是在默默的消化中，所以他这些过程里面还有一些自我设限，其实他现在的内在心态有一种正离开着某些他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旧的感情观、旧的人际关系，或是旧的价值观。他现在是这个状况，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正在影响他去爱下一个人，所以他愿意离开，是因为。他想要有新的空间，能够迎接新的关系啦，但他也清楚要离开那些旧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这段旅程的时间点，恰好是你和他，有可能算是一点点擦身而过的时刻，因为他的停止和他往前那可是这里只是在证明或是在佐证一件事情，是他虽然很靠近，可是他的灵魂他自己很明确知道说他还没有准备完成但他。确实还是待在了在不远的位置了其实不用太担心，它就是一个准备的时刻。来，那我们来看到这整个牌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核心的美好、核心的协调的位置，出现了逆向的圣杯2然后它的分支在这里翻到的是一些是逆向的塔牌，然后有圣杯10、金币6。那我们回到逆向圣杯2的位置呢，这边诠释了他对。跟你连结的这件事的深层想法，
圣杯二本身是一种双向的共鸣跟美丽结合的一个象征了，但是它现在逆向了，这代表他对这份亲密关系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畏惧，小有一些惧怕哈。这里并不是说他不相信爱情，是反而他非常相信。也正因为是这样，他对爱有着非常高的标准和期待，所以这份期待让他有点小小的退缩。他可能会想说，如果靠近你，我们真的可以走这么远吗？因为他不想要只是一个短暂的靠近，他想要的是那一种可以共同成长的一种深度的连接，灵魂上啊、心灵上、身心灵上都是一个深度的连接的状况哈。所以当他还无法确定这份连接是否稳定的时候，他这边付出各种前面我们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之前他会选择不开始，因为他不想伤害你，也不想伤害这份关系，甚至他也害怕伤害到自己了哈。这是逆向圣杯二的一个其中的暗示哈。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他分支牌的第一张的逆向的塔牌哈，这边在暗示着他心里有一种过去的某种崩塌跟坏的感觉，现在还在影响着他。所以可能之前是一段让他失去信任感的一种旧的关系，那这旧的关系不一定是爱情，有可能是家庭也可能家庭有一些关系上的破裂之类的。所以这个逆向的塔牌的那个其中的事件在某些时刻直到现在可能有摧毁他对于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的某种期待，也让他开始觉得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得到一段健康的爱情，这是他现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其实很需要抚摸跟治疗的因为这个现在的伤口有一点点明显然后他有一点点回避，也在花时间去淡化，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伤口，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痊愈的裂缝。所以在他的视野里，他看到你有看到那一种稳定啊、温柔啊、有力量的时候，他心里非常动心，而且还会觉得，他的喜欢会不会搞砸了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这样，他心里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的状况需要的不是被说服，需要的不是被治疗，而是那个时间时间在他不知不觉的时间里面慢慢度过了所以再到圣杯10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内心的真正的渴望就是他在寻找他的灵魂的居所，然后是否那个灵魂的居所是可以跟你一起的啦。所以在整个关系里，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有浮现着一种那种可以一起活着的期盼他不是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陪伴，也不是想要填补心里的空缺，他想要的是一个未来一起可以生活、一起老去的那种情感。但是他不敢跟你说，因为这样的愿望对他来讲，现在来说是蛮重的一旦说出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深沉的、沉重的承诺。所以你会觉得，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说啦其实他对你有保持着一种忽远忽近的感觉，有的时候跟你讲话，有的时候远离你，有的时候靠近你，有的时候离得很远，会这样子。那是因为他怕自己现在表现出来的那种靠近后，最后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交代了但他心里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愿景跟愿望，只是他现在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施展出来所以再到金币6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他的行动上面的一些想法啦他希望给予你一种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赖你，或是只是让你依赖他这样子因为对他来说，一段成熟的关系不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啦，他希望自己能够给予温柔、稳定、实际支持，然后这个关系是一种互相给予的一种状况然后他不想成为一个只是依赖你的人，也不想成为一个你需要他的时候才出现的人，这样子。他希望现在，他现在应该说，他明白自己现在还在成长，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还不够，所以这个不够不是一种比较的心态，而是他对你的一种某种很深层的尊重啦。他希望他足够，他才需要靠近，所以他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说，你值得被认真对待，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是你们之间一个最微妙的距离。可是这里并不是一种这份关系的拒绝，而是他靠近你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中的再慢因为他正在调整自己，试着成为一个能站在你身边真正的
人，然后不是一个短暂的过客哈，也不是只是为了一些内在的情绪需要找人去倾诉的一种只是找人倾听的一个内在心理的一个发泄啦，它不是这个角度，它其实是很认真的。所以在这两个牌，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哈，就是说，他其实完全知道你在他的世界里面是闪闪发光的，而且他也非常知道自己必须跨过那些旧有的阴影，还有内在的质疑啊，还有一些情感的缺口啦，他才能够带着真正的力量走向你哦。所以，现在你们的关系这边这两组牌其实也是暗示了某个关系的一个距离，可能是你们认识的朋友关系比较淡，然后没有那么强烈。他可能不是你最内圈的朋友，他可能也许是你工作上的同伴那他有可能是你偶然出去生活上跟朋友上遇见的人所以他其实很认真的观察你，但他有跟你保持一个还不错的距离。只是现在的关系在整个比较宏观的视野来看的话，可能像是停滞的，可是其实他只是正在努力建构你们之间的那一份桥梁。所以在这段关系里，他不是不想靠近啦，只是他想要慢慢的靠近，而每一步都是刚刚好的距离再来我们来看到那一个方向指引星的那个位置我们出现了圣杯十。这边在讲说他曾经内心关上了门，只是他现在正在慢慢的打开了。这张牌描绘了一种心情就像一个人眼前有非常多的选项，可是他内心没有渴望，所以只有感觉到茫然啦。所以他在等待某一种感觉，只是那个感觉就是让他启动的那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圣杯四现在是在内心的一种很明确的写照，他不是对感情冷漠，也不是对你冷漠，而是太久没有遇到一个真正触动他的存在。他看过很多人的靠近，也曾经有机会走入很多关系，但是在那些关系里，他其实一直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那一种内心真正的对话了。所以在现在他在遇到人的时候，他现在宁愿先选择停留在你周边游荡先不下决定，也不向前选因为他现在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在爱情的土壤里面发芽的种子了，所以他慢慢要感觉到说，直到某一天他感觉到有一个完全不同存在的你那一种细微持久的感觉，很像很不错的滋养，很像很不错的泉源一直深入在他的生活里。所以那一天他开始在想说，他是不是又遇到了这一份像爱的能量靠近但是他的状况是不太敢去定义这是什么，这是命运吗？这是又来了一个爱情吗？还是这终于等到的人所以在那一刻开始之后，直到现在，他几乎每次跟你相处，他都非常注意你的讲话的语气啊，你的喜好啊，即便你沉默的时候，他也在思考你在思考什么。所以，他在这杯圣杯四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转换的概念，它是从一种慢慢的关闭，转向慢慢的有感知，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门打开，然后从一种不接受任何讯息，然后慢慢的转换成一种愿意看见。所以其实圣杯四这张牌并不是全然的封闭状态，它还有一个后面的契机跟展现。所以要记得这张牌出现在这个方向指引的位置，其实他在说他内心也在偷偷的打开，因为你的出现，你的影响正在让他逐步的有某种向往，那个门那个窗已经透过光进来了所以这边我可能要先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他似乎才正从他过去的冷漠的感受里面走出来是因为整个原因不是因为你的出现让他非常想投入一份爱情，而是让他想要成为一个更为真诚的人啦。这个其实有点深，有点难，因为我看到这个转变的时候，其实这是你们这段感情的一个潜伏期，也在慢慢进入一个转变期，就是他要慢慢的从那个门打开之后，让你们的关系进入一种可交往可视，你会开始在意他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张牌的关键呢，并不是一种浪漫的封闭，情感的封闭，而是在讲的是一个情感的逐渐苏醒啦。因为这张牌有一种自问自答的状态他会问自己说：我想要的感情，
是不是就像现在我所做的这样安安静静的靠近，还是说，我其实是一个不需要非常强烈火花的人，只要在生活中能够慢慢的、自然的呼吸，让自己有存在感，让彼此有存在感就好了。其实它这些都是一些很深的类似哲学的一些问题，在这些内在回荡了。可是这些无解的答案，在他内心回荡的时候，哈，其实也在慢慢的改变他对你的方向，他走向你的方向，哈，确立的方向。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整个牌组里面也蛮大重要的位置，哈，就是要诠释一下当下现况的一个牌，哈，然后这边出现了逆向的权杖2，哈。然后它旁边的分支呢，我们出现了宝剑7，哦，逆向的宝剑7，逆向的圣杯1，还有金币6，哦。那我们先讲权杖2，逆向权杖2，哈。这里它因为它逆向，所以它现在正在推翻一些原本以为的计划跟节奏。所以权杖2在正位的时候，它是一个有计划的未来，等待时机探索机会的一张牌啦。但是进入逆位的时候，代表它现在可能只能坐着想，不然他在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会可能乱了整个计划，乱了整个方顺哈。所以你的出现，这张牌代表什么？你的出现对他现在的影响，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因为他以为他可以冷静的评估，然后再慢慢的靠近，但是你出现之后，整个节奏就打乱了。他本来有人生的某个方向生活的节奏，可是你出现的时候，很多节奏都打乱了。其实这不是一种失控，而是他内在的某种理性感知。理性跟感性的交织哦，正在某种不和谐状态在拉扯，所以他知道不能对于这份关系只有想而不去行动，但他又发现自己还没有全然的准备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行动了。所以现在的他正处在一种自我调整的状态。好，行动上啊，可能会在更频繁的关注你，他可能也会开始传讯息跟你一些小小的聊天，让你有点不知不觉的，然后慢慢的偷偷的靠近你，让你慢慢的在意他，慢慢的主动会跟他有一些回应在这行动上，所以在情感上，但是在情感上他其实还蛮挣扎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你的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某多深的位置，也不太确定说当他对你表达出比较深的感觉的时候，你会不会接住了？好，来，我们再玩分支的方向，快速的讲一下整个分支哈。所以在逆向的宝剑7的时候，他认为靠近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诚实。好，这是宝剑7的方式哈。因为他宝剑7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哈，他在正位的时候代表很多的策略多余的戏法什么这类的东西，可是在逆位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些心眼小动作就不想再施展了。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种某种诚实的状况，某种坦诚的状况。那这张牌暗示的说，他可能过去的情感中，他蛮擅长掌握整个主导权哈，甚至知道怎么不让自己受伤，也知道怎么跟对方保持距离，去试探对方的意图。但这一次，他开始觉得他不想要再这样子了，他对你产生某一种新的渴望哈，不是只是想要靠近你。或是让你在乎他，而是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在你的眼里能够看到他真正好的那一面啦。这确实是一种诚实的、非常诚实的靠近哈。不只是要对你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反而是要让你知道他比较有人性的多面向。譬如说，他也有怀疑，他也有脆弱，他也有心理的困扰，他也有低潮，他也有不适应这些方面哈。那这些新的想法，在他现在的当下会让他感觉到不安，但是其实也同时让他感觉到非常安心啦，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有一面是不想再做任何的隐藏了哈。其实这张牌出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向，就是当他真的对你表达出他对你的喜欢的面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对你足够坦诚、足够坦白，因为他已经整个调试完了哈。那我们再看逆向的圣杯1号牌哈，其实这个跟前面的差不多。其实他也只是在担心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还不到他以为的那么稳定啦他明白自己很喜欢你，他明白你触动了他真内心的渴望，可是同时也立刻展现出或是洞悉出他其实是对情感这个状况，在你出现的当下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他在内心一直拉扯，对自己都有做很多提问，想阻止自己啦。譬如说，这份情感是完整的吗？这也是我渴望的一部分吧。如果我现在就说出来，对他的表达，会不会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很不稳定啊？在这种细微的拉扯里面，一直保持跟你一直保持一个情感的距离，
他现在认为的好的表达方式，至少要他自己觉得他所表达的一切东西都是非常诚实的、坦白的啦。好，所以我们已经讲到这么多到这里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第一，其实他是你周边的人，只是他一直保持着让你们有一种好像不够熟的一个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很担心，他每一个表达都会敏感的触动了这个关系的改变。好，现在是这个状况。再来哈，金币六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方向哈就变得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上、务实上，还有一种跟你达成平衡的状况啦。好，这里哈，其实他现在在跟你保持这个关系的这一个阶段，其实他进入了一种学习如何给予跟如何回应你的一个学习阶段啦。因为他内心已经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不想再当一个只给你的人哈，他也想好好的感受你们两个人的互相来往，所以他的节奏不会非常快或是非常多，他想要感受到你们确实是有两个人的关系跟心意有在真诚的、合理的、平衡的在交换的。一方面来说，他不想要伤害你，不想要打扰你。但其实他内心某一个角度他偷偷的无视或淡化，其实他也在保护自己啦。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说，现在你们这份关系有在往前，可是调节这份关系的和谐度比较像是这里的核心。好，那因为讲了很多，我这边再做一个新的小节你可能可以敏感的感觉到，有一个人他跟你的对话变多了，然后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每一次回话都有想过，因为他需要再多一层的沉浸可能没那么自然，没那么自在，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对于每次回话都要变得比较谨慎，他出现，如果你想得到是谁还有。他其实有在慢慢跟你聊天、跟互动的时候，有想要去理解你内心真正的状态，而不是只是表面的寒暄。然后你们的距离呢，接下来应该会从一种直觉跟感知的节奏，慢慢进入到有真正具体的交流所以在这一个状态里，最近这个状态里，你应该会慢慢感觉到有一个人慢慢的靠近。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一个慢慢的靠近。好，接下来我们还剩下一些牌，我们来做一个收尾来，我们在那一个宇宙秘器的绝对的客观的角度里面，我们收到了宝剑四这张牌其实这张牌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静置，极致静置的一个状态那他的内心其实进入一个很强烈的充电期，精神的充电期然后以现在来说。因为跟你的靠近，让他有一个非常深度的思考。其实这是他人生里面少有的安静的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停止，而是一个深沉的耕耘因为他内心有在认真的思考说，我并不是只是想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我，我是在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靠近？是这样子，他是在想。这一件事情，所以它进入一个非常，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高度成熟的一个准备期。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他的一些炼金牌的一些灵魂结合的一些提示讯息其中包含了真正的理解还有智慧的如何扩散，还有结合跟重生这些真正的位置那我们在诠释这份关系的时候，还有他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从真正理解可以了解到说，他现在需要一个能够一起呼吸。互相能够被看到内在心理的人，而不是单方面的两个人，或者单方面的讨好，或是假装两个人是成熟的一个状态。他希望的是彼此能够成为真正理解的人，所以这个节奏他会抓到这样子非常好的节奏里。再来，智慧的扩散里面，他明白说，他要的不是只是靠近。或是去用行动去证明这份关系，而是他需要让慢慢的靠近里面之后，发展出两个人频率跟气场上面的一个共鸣啦。所以在这一个智慧的扩散的更深层的链接角度，就是说，他已经非常明确知道，他不是只是对于你的各种吸引力各方面去追求或什么，他也希望在这份有爱的向往的路径上面，更加的确定。你的好，你内心的美好，
是不是跟他直觉跟感受到的是一致的，或是他只是一步一步在证明？其实啊，它不是一种怀疑的状态，我觉得它是越来越靠近的说一种欣喜的状态，就是一种没错，这就是我当初直觉感受到的，没错，你所散发出来的这个人所散发给我出来的那个美好，就是我当初所感受到的，只是他必须需要这个每次一次一次的靠近的时候，会产生那一个回应跟共鸣，还有那个频率的对称，他会感觉到那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呢，从结合与重生的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一件事情，他其实在内心已经默默的结束了那一个以前防备心很重，会喜欢把事情想到最坏的那个自己。他心里大概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在迎接自己的可能了，然后要放下自己的形象，放下自己以前的执着，这样子。所以他这一份重生其实不是他自己悄悄的重生，也不是为了你而改变自己后的重生，而是当你的出现的时候，不，当你的存在出现的时候啊，就这个方向了他突然发现，他愿意和解很多东西，以前的他，现在的他，跟爱的和解这些，你的出现在某种状态下，让他发现，他好像不小心的和解了什么，结合了什么，重生了什么，所以你的存在在很多的转换，在你不知道的状况下，在他的观察下面，除了让他慢慢的靠近之外，他也在这个步伐里面发现了自己的成长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所以你应该在某方面来说是一个贵人的角度出现，即便你不用做什么，但是你的真实的状态的表现已经默默的影响了这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看到暗示时间的牌，这里有暗示了大概一季到2季的一个节奏感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这里会说大概1季、2季、半年，这个半年内你们两个的能量会有越来越靠近，而且是你们的感情关系逐步成型成某个状态的一个关键时间那这个里面会有更频繁的出现、更深层的对话，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关心。然后会有更少的逃避，也会有更少的疏离那但是这6个月不会是一种 drama 的非常剧情式的一个展开，它是一个能量逐步融合，一点一点融合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会从很淡的朋友的交流，慢慢的变成比较多，然后你会慢慢发现你们的对话的内容有更多深层的，还有创造出你们自己的语言啦。然后大概等到了这个半年或更长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你在寻找的人，你在期待的人，他就一直都在你身边，一直在这里，他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这张牌有点破题了，所以你可以更加的敏感到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到动物灵的提示牌动物灵的提示牌其实对于这份关系做了一个呼喊啦，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你但是这个是一个心灵的呼喊，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对于一个集体意识、空中的意识丢出去，看看能不能在他做梦的时候，梦里后会出现这个动物灵牌丢出的呼喊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站起来了，去表达你对于任何人的喜欢，把它说出来吧。其实这里动物牌所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时刻那在这个动物牌底下，还同时展现了一件事情是，他越来越明确，他想逃离什么，还有他想靠近什么。好，那再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数字这里数字这里就没有讲特别多的一些讯息，或是额外的讯息，我们这边只是再做提示一下数字牌有2个讯息，第一就是他内在的行动力其实已经全面的展开了，因为他的充电器也差不多充满了，他其实已经有更多的下一步对你的表达的向往的动作，他已经有想到，所以他才会再往前。还有这个过程里，他其实已经想象过，或是在跟你的相处里很近的相处里，他大概知道他能怎么照顾你，也能够怎么照顾自己。他也大概知道说，在这份关系里面的你来我往，大概可以保持到什么样的相处模式，所以他应该已经找到了跟你可想象的相处方式了啦。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基本上在这么淡的片刻里面，你们其实已经是认识的，然后已经有相处过的。其实他算是有找到某种你们相处的逻辑，只是有更多的重点是从前面都在说的，就是深层的交流，深层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要慢慢的再走近好，所以呢，因为我们牌面都讲得很仔细所以我们大概还是要
从这里再整理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里面可能要多一些建议。好，那我大概思考了一下，我想应该这么说了，就是说，其实这一份静静靠近的关系，然后有在慢慢苏醒到不同阶段，好，不同阶段就是你们关系靠近的一个不同阶段了。那他现在也许还没有表达，还没有说明得很清楚哈，可是他其实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圈的周围，以一种不打扰的状况里慢慢的靠近哈。那这份距离其实是一个准备期哈，是一个深层的尊重哈，不是他故意跟你保持冷淡或是拒绝这份关系的发生啦，没有，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深层的尊重与尊敬，希望慢慢的靠近。好，那在这一段时间，是一个你们两个人灵魂交流接近的一个更新的过程。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他正在逐步的学会怎么放下过去的模式了。所以慢慢的他会变得更加的诚实，更加的诚恳，更加的清楚，也更加的温柔，然后也会试着慢慢的给你一些关心，然后让你从你这边得到一些回应，然后产生某种信任跟灵魂上的共鸣。逐渐的，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你会知道是谁。好，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了，祝福你哦。